精灵的乌鸦从豪宅内拾起一根火柴，接着在门框上用力一划，然后直接丢在了价值几百万的古董沙发上，而他自己则快速躲到一旁，悄悄从栅栏内观察着外面的一切。很快冒出的浓烟就引起了警卫的注意。等到他们前往灭火的同时，刚刚那只乌鸦直接从阁楼一跃而下，通过一处小门灵巧地来到地下室。因为昏暗的地底，它的主人正被关在这里。随着乌鸦站在牢门上向内看去，被关押的男人突然心生感应，开始不由自主地望向乌鸦的位置，发现是自己最心爱的伙伴后，几十年从未有过的笑容第一次在男人身上浮现。随着乌鸦的不停撞击，他知道今天很可能自己将重获自由。可就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乌鸦不顾一切努力救自己，突如其来的枪声不仅击碎了男人逃出去的可能，猩红的血迹更是震惊的让他有些恍惚。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最爱的伙伴就这样死去。虽然始作俑者此刻还端着枪站在门口，可他却没有任何心思去关注这对可恶的父子。直到对方收拾垃圾一样捡起乌鸦，积蓄的愤怒在一瞬间就爬上了他的脸庞。他发誓要让这对父子受尽折磨而死。男人名叫墨菲斯，原本是掌控梦境的王，可有天他在人类世界收服梦魇之时，却意外受到了强大魔法的召唤。原来是一名巫师为了复活自己战死的儿子，竟然擅自使用禁术想要召唤死神，结果因为能力不足的问题，整个施法过程出现了差错。随着地上的符文不断亮起，最后不仅未能召唤死神，反倒阴差阳错将睡神墨菲斯召唤了出来。此时的巫师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猪油蒙了心的他为了复活自己的大儿子，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了睡神携带的法器上。他先是取下睡神控制时间的沙袋，接着又抢下掌控梦境的宝石，随即更是将睡神拖得全身一丝不挂。可即使这样他还不满足，最后更是直接将他的头盔一并剥离。就这样失去神器的睡神活生生被他囚禁在了符文内。也正是从这天起，一场大型疾病开始在人世间泛滥，很多人要么永远沉浸在梦中无法醒来，而另外一些人则再也无法进入梦境。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最初那只未来得及收拾的梦魇，此刻也找到了巫师这里。起初巫师对他的到来还心存戒心，但得知他的目的竟是为了永久封印睡神，就这样两人很快达成一致。梦魇告诉巫师，仅仅只是符文并不能困得住睡神，还需要额外加一层防护罩。另外所有的看守都务必不能睡觉，否则睡神就会进入他们的梦境逃脱，所以值班的看守都会吃强效兴奋剂预防睡着。最后梦魇希望巫师能世代关押睡神，作为交换，他将睡神法器的使用方法交给了巫师。自此以后，巫师的财富疯狂增长，他也因为法器的缘故开始枯木逢春，每天都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场意外降临，一个他经常宠幸的女人突然有了生育，但巫师却要求女人打胎，逼得女人最终选择逃跑，而且不仅带走了她的财产，还将3件神器一并偷走。为了惩罚女人，巫师找到墨菲斯，希望他能去追捕逃跑的女人。作为交换，他可以释放墨菲斯，但前提是要答应巫师让他永生。可结果墨菲斯一直保持沉默，根本就不理他。恼羞成怒的他当场发飙，拐杖的敲击声引起了他小儿子的注意。原本想要上前劝阻，结果这个老头竟然将怒火转向了小儿子。出于本能的反抗，他的儿子推了一把，但没想到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这个老头就这样当场一命呜呼。虽然老巫师就此离世，可墨菲斯却并未能获得自由。他的小儿子在继承之后，依旧将墨菲斯囚禁在此，直至70年后老态龙钟的他再次提出交换，只要墨菲斯能让他永生，就能将他释放。但这一次同样被墨菲斯用沉默拒绝，因为当年亲眼看着自己宠物死去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报仇。或许正是这份决心，直到1个世纪后终于迎来了转机。推动的轮椅不小心破坏了先前的封印，而这也让墨菲斯一下就看到了希望。只见他双眼紧盯着玻璃罩外，那里有一名警卫，莫名感受到了困意。很快他就来到了自己向往的沙滩，可上一秒还是美妙的画面，下一秒竟然出现了异常。就当胖子以为自己眼花之时，身后的大海开始快速消散，紧接着就只剩下无尽的荒漠。等到他惊讶地向前看去，结果却发现一个赤裸的男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只见他一只手诡异地深入沙子，然后就直直地朝自己走来，吓得胖子拿起手枪立马射击。而这恰恰正是墨菲斯所希望的。伴随防护罩就此破裂，被囚禁了1个世纪的他也终将重获自由。男人从王座上轻轻拾起特制头盔，然后慎重地将它好好戴在头上。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大量细沙开始从他手中溢出，像精灵一样围绕。
就当场陷入梦境沉睡过去。眼下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为这1个世纪的囚禁报仇。他利用能力为老人编织了一个特殊的梦，在这个梦里他自己幻化成了梦魇，让老人永世沉沦在噩梦中无法醒来。大仇得报后，他第一时间回到自己的世界，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巨大的噩耗在等着他。在仆从的跟随下，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王国。可等到他像往常一样推开大门时，身后却传来了仆从伤感的声音。The realm, the palace, they are not as you left them. 随着大门打开，映入眼前的一幕开始一点点深深刺入着男人内心。目之所及，这里竟然一片狼藉，这让他有些无法相信，因为这里曾经是充满美好的梦境，可如今留下的却是一片残羹断壁。男人急忙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的仆从告诉他，在他消失的100年里，原先受他压制的梦魇逐渐开始叛变，目前很多都已经逃到人类世界开始捣乱。中心开始召唤3位一体女神，这3个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啊，他们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够预知世间万物的存在。但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极度贪婪。Morpheus。不过好在墨菲斯早有准备，直接将先前费尽心思寻找到的毒蛇拿了出来。3位一体女神对这份礼物非常满意，当场开始为墨菲斯预测神器的下落。第一个无尽沙袋此刻正被人间一个名为康斯坦丁的驱魔师收藏，至于他的乌鸦头盔，则被人类巫师献祭出卖给了地狱的恶魔。最后一个梦境宝石，此刻正藏在一个普通的人类手中。说完这一切，对方就当场消失，就留下墨菲斯独自一人在那里慢慢消化。为了一一找回自己的神器，墨菲斯计划先去找康斯坦丁，但这个女人却和他的先祖一样，身上被各种因果纠缠，也注定了往后墨菲斯追寻神器的路将充满艰辛。这是一场史诗级大战的开端，矗立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完全由活死人组成的地狱入口。为了夺回自己的神器，他计划会一会传说中的地狱之王路西法。随着身后的乌鸦紧随而上，男人已经来到了这座古老的铜锣面前。就在此时，铜锣旁的山体上，一个活死人突然缓慢爬出，像是收到某种命令，竟然主动递过棒槌。随着男人犹豫片刻后，从他手中接过棒槌，原先的活死人似乎预感到了危险，急忙躲入山体。与此同时，刚刚的铁棒也在此刻敲响了。低沉的声音顿时让山体内的活死人痛不欲生。警觉的乌鸦在此刻突然察觉到了异常，紧接着男人也将目光锁向入口，那里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缓缓出现在肛门之后。男人知道对方就是地狱之门的看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当场选择亮明身份。I am the king of dreams, ruler of the nightmare realms. 低沉的声音充满了上位者的自信，让负责看门的守卫并不敢过多阻挡。打开肛门后，一路带着他朝路西法的位置走去。很快，路西法的宫殿就出现在了远处。而正当男人走到宫殿大门前，一股来自于地狱之王的威压迅速弥漫，布满符文的大门仿佛活了一般，开始缓缓打开。但地面上却夹杂着深红色血液不断外溢，并且挑衅般的在他们脚底翻涌沸腾。男人并没有在意这些下马威的试探，而是就这样单枪匹马缓步走进另一个王的领域，直到大门彻底关闭。随着角落中梦神的身影缓缓显现，大殿最前方堕落天使路西法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这个一身白衣、身材高大的女人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丝丝轻蔑，但作为来访者，梦境之王还是做出了该有的礼仪。Greetings to you, Lucifer Morningstar, and to you, Mazakino the Lilim. Greetings, Dream Lord.
简单的寒暄不仅给足了对方尊重，同时也在向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不过路西法似乎早已知道梦神此次来的目的，所以言语间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讥讽的味道，这当场刺激到了梦神，果断说出了来意。I have come because my helm of state was stolen from me. I believe one of your demons has it. I should like it back. Now. 眼看梦神当面摊牌，路西法也不好再找借口推脱，只是他的内心并不想让梦神轻易获得，所以他径直来到高台，然后随手轻轻一招，原本空旷的广场顿时被密密麻麻的恶魔布满。这一招除了向梦神示威，同样也是在为难他。Shall we interview them one at a time, or? It won't be necessary. 只见梦神转身走回大殿中央，在思索片刻过后，直接从身上掏出梦境之沙，轻轻向地面倒出。很快，这些沙子就仿佛有人生命般开始无风而起，夹杂着路西法的惊讶。风沙环绕的中央，一个手持头盔的恶魔被当场传送到了此处。但出乎梦神意料的是，眼前这个恶魔竟然是一名地狱公爵，关键是他根本不愿意归还。The helm is mine. You must return it to me. No. It's mine now. And if the Dream King wants his helm back, he will have to fight me for it. Very well. 这句话正中路西法下怀，看着被刺激的梦神当场答应，地狱公爵立刻说出了规 You 则。 know the rules, Dream Lord. If I win, you will return my helmet. And if you lose, you'll serve as my slave in hell for eternity. 梦神没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为了夺回自己的头盔，思索再三过后，他最终还是给出了承诺。然而就在此时，路西法却突然 Who 出声 will you choose to represent you in the battle? I shall represent myself. 听到这，路西法已经忍不住快要放肆大笑。 Whom will you choose to represent you? I choose you, sire. 这声陛下让梦神的整个人的心都沉入了湖底。他没想到这场挑战竟然还能这样玩，但既然已经答应，那么这场为了头盔的战斗也只能继续。因为这位地狱公爵此时已经将决斗的消息当场公布于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双方最终决定在斗法上一较高下。 I am a dire wolf. I am a hunter. Horse-mounted. Wolf stabbing. 第一回合试探性的比拼，梦神占得了先机。只是眼下的这点轻伤，反而让这位堕落天使感到了兴奋。在一瞬间，他就因为痛苦展开了反击。只见他幻化出一条毒蛇，直接咬向了马蹄，剧毒当场就迅速在梦神身上蔓延，很快就腐蚀到了全身。 I am a bird of prey. Snake devouring. Talons ripping. 这一击不巧正中路西法脸部，即使是一位堕落天使，他也依旧很在意自己的容颜，所以再也顾不得保留，直接幻化成细菌，不仅将老鹰腐蚀，更是直接反馈到了梦神身上。生死存亡之际，梦神想到了新生，顿时将路西法带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他的伤势也在一瞬间复原。可就在此时，路西法又召唤出了毁灭，一旁的梦神才刚刚意识到不妙，就被无尽的痛苦席卷。 这一击让梦神身受重伤，不过在生死弥留之际，他想到 I 了对 am 策。 a universe. All things encompassed.
吹牛罢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死神和梦神恰好在这个酒馆，而此时梦神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类希望自己永生，所以他径直来到酒桌旁和男人做了个约定。Did I hear you say you have no intention of ever dying? Yeah, that's right. Let us meet here again, Robert Gatling, in this tavern of the White Horse, in 100 years. 所有人都把刚刚听到的当成了笑话，笑声有些刺耳，但男人却浑然并不在意，反而是慎重地和对方确认是不是认真的。在得到梦神确认后， I will see you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489 then. 得到答案后，梦神满意的离去，但男人却陷入了为难，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很快，时间来到1489年，在酒馆的一处地方，两人如约而至。男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能活到现在，甚至怀疑他是恶魔已经对自己释放了魔咒。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被梦神否定。他告诉男人自己只是想看看人类什么时候才会厌倦活着。听到这里，男人立马告诉他自己还没活够，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为了躲避战争，这100年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找个老婆。听到这里，梦神会心的笑了一下，然后再次和他约定100年后再见。就这样，时光如梭，很快1589年就来到。这一次，男人已经富甲一方，并且开心的和梦神分享自己的妻儿。梦神问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还想继续活着吗？男人告诉他，尽管生活越来越乏味，但他还是想继续活着。就这样，又是100年过去。不过这一次，在酒馆等待的却只有梦神一人。就当他等得不耐烦时，酒馆内突然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强行闯入，眼看要被守卫驱逐。 Let him be. He is my guest. 得到梦神的发话后，男人急忙走入座位。他告诉梦神，这100年自己过得非常痛苦。由于生意的失败，他沦为了乞丐，老婆孩子更是全部跟着别人跑了，甚至体会了连续饿10天却依旧死不了的痛苦。这让梦神都忍不住生出同情。但即使这么痛苦，他还是想继续活着。就这样，时间来到1789年，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让男人抓住了机会。这一次，他甚至混到了子爵爵位。不过在交谈中，梦神得知他还有贩卖黑奴的生意，希望他以后尽量远离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就当两人约定下一次见面时，一场早有预谋的危机却悄然而至。原来，早在上个世纪，一个有心人将他们之间的故事悄悄记录了下来，而这件事恰巧被驱魔师康斯坦丁发现。他觉得这两人每过100年就约会一次，尤其是这个长相奇怪的人，很可能就是恶魔的化身，所以当场要求他们配合自己调查。可就当无往不利的康斯坦丁志得意满时， No, I think not. 因为这句话让场内气氛瞬间下降，一旁的守卫心领神会，拿起刀就朝他们靠近。就在此时，男人突然挺身而出，凭借着几百年来学习的本领，瞬间就将守卫击退。可等到他回头时，康斯坦丁的匕首却已来到眼前。眼下已经到了梦神不得不出手的时刻。只见他轻轻吹向掌心，大量细沙就开始无风飘荡。被席卷的康斯坦丁在一瞬间就两眼发白，彻底陷入了梦境。这场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到这里也就结束。然而友谊的火花却因为小插曲已经悄悄在两人之间产生。就这样，他们互相关照，多注意安全后，就再次约定100年后相见。岁月总是转瞬即逝，一下来到1889年。昏暗的街道上，亮黄的路灯指引着梦神方向，而男人也早早就在这里等待。或许是友谊的缘故，他们聊了很多。梦神也知道对方肯定还不想死，所以就约定下一次再见。可男人却因为相熟的缘故，尝试问了一个大胆的问题。他询问梦神这么多年的相见，是不是因为孤独？